Hello，大家好。这个视频主要是向大家演示一个天气系统的插件。那这个插件是我用 C++ 去完成的一个天气系统Weather System。它里面包括了一些昼夜的循环，还有就是一些下雪的天气下雨的天气。我们在把这个插件安装到我们项目里面之后，我们需要去把它开启，然后可能会有一次重启。我这边已经做了这一步了。做完这一步之后呢，我们会在我们的项目文件里面看到这个 Weather System Content， 还有这个 C++ Class。这里面是存储着我们的 C++ 文件。一个是水材质的，还有就是天气系统相关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要使用的呢，我们要使用的主要是这三个东西。这两个是继承自 C++， 然后这是一个材质函数，是一个这个天气系统里面比较核心的东西。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去配置它们。就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新场景里面，首先呢，你要把场景里面的灯光。还有天空光大气雾后处理体积云高度雾，还有你的天鹅河通通删掉。如果你场景里面有这些东西的话，那你需要把它们清除掉保证在用之前是个纯黑色的一个场景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CPP Weather System 拖到我们场景里面，我们再给它的坐标轴还原一下紧接着我们就可以去加这个水材质。如果你的场景里面你需要做这种水坑的话，那你就加一下。如果不需要也可以不加，这个无所谓，这个并不影响这个天气系统的运行。只是说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你可以把水材质部署一下这个在数量上没有什么限制，这个主要用途就是用来做这种水坑的。如果你想要用来做一些湖面或者是一些海面，那你可能需要去改一些东西，你要给它加一个水底的后处理还有一些相关的东西。这个水面主要是用来表现一些跟天气的一些互动，比如下雨的时候那种波纹还有就是下雪的时候冰冻的一个过程结冰的一个过程。我这边先加两个吧。做完这些之后，其实你已经可以开始去测这个系统了。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这个天气系统的一个面板Weather System 在这里面，我们选择这个 CPP Weather System 就可以了。那你可以在下面找到有7个子项。我们现在看这个核心面板里面的一些东西，这里面主要是天气随机，这个是有时间这里面我都加了一些描述有英文跟中文2个版本的一个描述当然用的过程中有时候不明白，其实可以看描述里面就是有非常详细的信息就是它是用来干什么，开启之后会有什么效果包括一些注意的点，就是当你开启某个东西它可能会造成其他的东西有些不生效，都会有提示在上面包括这些其他的都有。像这个下雪的数量，还有就是它这个过渡时间，它的一个执行的一个逻辑那比如说你想修改它的时间，你去哪里修改，找到哪个东西下面都有提示，每一个都有非常的方便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就到了这一步，你配好了你的水材质，还有你的天气系统也丢进来之后要确保就是把你这些数据都清掉了，就是你场景里面原先的东西都把它删掉了
不然可能会有一些错误啊，就是一些表现上的错误，并不是说会有什么其他的错误。我们先看一下，就是我们就先让他看一下这个同时下雨跟同时下雪。我们选一个白天，就让它一直是白天。我们不希望随机，就希望一直是在下雨跟下雪。可以看到水面已经开始结冰了，然后水面上有一些波纹出现。现在就是两种天气在同时执行，有一个雨加雪的一个天气。然后结冰之后呢，它的水面会开启碰撞，可以在上面行走。比如说你的天气是随机模式，因为我现在选的是一直下雪跟一直下雨嘛。如果你的天气是随机模式，那它这个下雪天气结束了之后它也会慢慢的融化，然后它的碰撞也会被关闭。地面上已经快要堆满积雪了。可以看到角色身上也是有一些积雪了，有一些明显的淋湿的效果，然后身上也有一些积雪。植被上也有一些，草地的时间设定的比较晚一些，这个你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动态去改这些东西。它在整个执行过程中就是把整个场景里面的人物也好，道具也好，只要你给他们配置过，都会有这种天气效果的一个互动，就是凝视的一个效果，还有就是积雪的一个效果。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它这个天气系统的混合。好。天气执行没有什么问题，已经正常执行了。大家可以自己去试着玩，这里面都有描述的，就是什么多久随机一次啊，天气啊，然后是否需要一直下雨。比如说你想做一个场景，它就是一个下雨天的一个场景你有这种需求，你就希望它一直下雨，那你开启就可以了一直下雪，开启就可以了。那一直是晴天，一直是白天，一直是晚上。这个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作为这种选项。其他的都比较简单了，一个就是下雪的那个雪花的一个数量还有就是它的一个雪地的一个混合对，还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就是大家不要在运行中的时候去改这些东西，没效果，没有用的。一定要就是把这些东西改好了之后，我们再去进行一些测试。这个就是地面的一个混合的强度，比如说，你希望它整个场景都被积雪覆盖，你不希望它还有一些植被裸露在外面，你可以把它调得高一点这个就是两个积雪的颜色，就是白天跟晚上的颜色。
都可以自由的设置。然后下雨的天气也是，颜色，数量，然后雨雾的数量，然后水面的一些混合的数量。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在这里是看不到下雨跟下雪的。这是因为这个下雨跟下雪它都是跟着角色去做一个移动的。就它会获取这个角色的你场景里面的玩家的位置，然后它跟着这个角色的位置去移动。然后这边就是一些下雨的时候粗糙度，然后高光啊，其实这边都有中文的描述。就是打雷的一个间隔时间，就是雷声的间隔时间。然后它打雷的声音是有一个随机值的，就它有一个最小的随机值跟一个最大值在中间随机。你可以给它设定一个范围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我设置好的这一套，只是说给大家留一些修改的空间。这个就是太阳光呢在晴天跟下雨或者下雪天的一个亮度，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动态的去调整。这个就是一个色温，就是在白天跟晚上的一个不同的色温。这个就是雾相关的，还有风相关的，就是一个风的速度跟强度就是天空光就这些，非常的简单，很容易的去配置它。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材质混合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如果你希望去做这种互动的话，当然你也可以不做。就是如果你不想要的话，你觉得它可能会有点不想让它有这种额外消耗。事实上这个插件它的性能消耗非常的低。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去把它配置在你的材质里面。我就以这个我自己做的一个地形材质为例吧。首先我们就是还是先新建一个。它的使用方式非常简单。假设这是我场景里面所有道具的一个母材质，那我其实只需要把它连接在输出之前就可以了。这样连接就可以了。比如说这是我的颜色贴图，我把它连过来，然后粗糙度、高光这样就可以了。只需要在你的主材质的这个节点之前，如果你的主材质节点之前不是这样的一根根的线，还是一个像这种的一个属性的一个接收的话，那你就需要找到它之前的那个核心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其实可以加在这里，你可以加在这个地方，你把它塞在这里这是可以的。但是因为我这边是这个地形材质是混合的一个很多层，我每一层都改就比较麻烦了所以我里面还有一个更核心的一个函数是它，我是把它加在这里面，就在它输出之前其实是一样的，跟这个是一样的，就是当它在输出之前把这个加进去，做一个天气系统的混合这里面其实也非常简单，所以它也不会带来什么额外的消耗。它里面其实就是进行了一个乘法这边是进行一个混合，非常的简单。把所有的东西都把所有的道具的母材质都添加了一遍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刚刚向大家演示的那个效果了，就是有一个天气的混合在我们的天气出现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效果。
它这个下雨跟下雪，它这个它是慢慢的变大的，它是从一开始就是从0，然后慢慢过渡到我预设的一个默认值2万。这个值大家都可以去调整，包括它这个时间要多久，就从0到2万个粒子发射，多久的时间去完成这个过渡，这都是你可以自己去调节的。接下来我就向大家去演示如何去调整它。当大家想要修改一些跟时间相关的属性的时候，这个面板里面是没有的。比如说我们昼夜切换的一个时间，我们在这里面找到这个 curve 文件夹，我们找到这个 sun angle， 那它这里面就是一天所需要的时间这里面我默认给的是60秒，就是1分钟，我们可以给它10分钟可以根据你自己想要的一个时间长度去进行调整。调整完了之后记得保存。它这里面除了这个 sun angle， 它其他的往往是对应的多条属性，对，它不是说单单只是一条属性的改变。比如说这个 slow 里面，它这里面不单单是会改变它这个下雪的数量，它还会改变一些其他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它那些雨雾的一些数量，包括它那种水面的混合我们可以在这个 slow funny 里面去找到。我们只改它这个时间值，就是我们比如说它下雪的时候，从0到2万个粒子的数量发射，它的过程是30秒。那你想要更长一点或者更短一点都可以，可以自己去修改调整它只改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后面这一个输出的值不要去改它这里面输出的是一个0到1比如说你想要改一些水面结冰的一个时间还有就是积雪跟场景里面的道具物体的还有人物一个混合的一个时间你可以在这里面改，这里面我默认给的是3分钟。那可能你觉得现实生活中应该更久一点，那我们可以给它10分钟，10分钟的时间慢慢去结冰，慢慢去把水面冻结，慢慢的去给地面做一个积雪的混合都可以。大家想改的信息大家都可以在这里面去看，这里面都有一个描述，就是它是由哪一个曲线文件决定的，然后它上面都有去备注就是一个 time 值，单位是秒非常的方便。还有就是比如说你不单单是想改这些东西，你还是想改特效，那你可以打开这个 FX 的文件夹把这2个粒子特效做一下修改这个是下雨的，这个是下雪的你可以把这些里面的一些数据修改掉，比如说你想改它的方向改它的范围都可以包括它的这个材质球你都可以去给它做修改只是说如果里面有这种 MPC Wizard 这种文件的话一定要注意不要去更改它，不要去动它因为它是通过代码实时去调整包括这是下雨的也是一样的，大家不要改这些变量就行了不要把这些变量给它解绑掉就可以了，其他的随便改，想怎么改就怎么改。那它里面的材质还有贴图都放在这里。还有就是它里面的 HDR，我们在这里面还有几个需要注意的点，就是一个是天空盒的这个图片 Cube Map 记得把它换掉，还有我们后处理里面的一个后处理的图像。
大家也可以把它换掉，注意这2个点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音效的，音效的话，我们不要改这个播放器，这播放器的名字不要改你可以改里面的内容，就是它播放的音效是哪一个，你可以给它做个随机啊，或者自己再剪辑一些音效进来都可以像这个文件夹里面的东西，你都可以随便改这些东西不喜欢就可以改。但是这些文件的位置啊、名字啊，不要去动这些文件结构所有的最好都不要动。如果动了出错的话，那你就只能就还原回去了，就存个档还原。那水面的材质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做一些修改也是一样的你不要改这个材质参数集里的属性就可以了。基本上其实你需要改的、需要去用到的是这3个，然后你可能修改比较多的，可能就是这里面的时间，就是改时间，其他的就是这些参数，还有就是这些里面我没有去把它放在这个天气系统里面去动态调节的一些参数，你都可以去做修改。如果是动态调节的一些参数的话，那你在这里面修改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它还是会被覆盖掉只要它这里面有的都会被覆盖掉。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吧。还有就是你其实可以去给这个天气系统再加一点东西，你可以去做一些拓展，比如说你可以获取一些，我暴露一些变量出来比如说下雪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去拿这些状态，比如说下雨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是否在晚上，然后暴露出来的几个变量，大家可以拿着这几个变量再做点文章比如说你希望它下雪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发生下雨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发生比如说晚上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发生你还可以给它取个反是吧？就是白天有什么事情发生，大家可以去自由拓展这几个都是只读的，不能写，就是你只能读取里面的数据。你可以在这个CPP with System 这个文件里面做一些修改当然你可以自己去新建一个蓝图去继承它都可以，去继承这个 C++ 都可以目前暴露出来的就这几个也是比较有价值的吧，就是你可以去做很多的拓展反正就看大家的脑洞怎么样了，你想怎么开脑洞都可以。